阿道夫·希特勒，一个策划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种族屠杀的暴君，是如何逐渐掌控一个民主国家的呢？事情要从一战结束开始说起。1918年，协约国的兴起，使德国意识到无法赢得战争，便签署了停战协议。随着帝国政府的垮台，德国各地开始内乱以及罢工。因为害怕共产主义革命，主要政党便联手打压这些暴动，建立魏玛共和国。新政府的首要任务之一便是执行由协约国颁布的和平条款。除了损失了1/10的领土并解散了军队以外，德国不得不承担战争的全部责任，并需支付赔款，这对德国本就孱弱的经济来说更是雪上加霜。许多民族主义者和老兵们更视其为耻辱，他们错误地以为，如果军队没有被那些政客和抗议者背叛的话，战争会胜利。希特勒无法摆脱这些思想，他既偏执妄想又顽固，于是把责任都推到犹太人身上，而那些反犹主义者也同意他的看法。那个时候，成百上千的犹太人虽然已经融入到德国社会，但许多德国人还一直将他们视为外来者。一战后，犹太人果然背上了推翻政府和在战争中投机倒把的无端罪名。必须着重强调的是，捏造这些罪名都是出于恐惧、愤怒和顽固不化，而不是事实。尽管如此，希特勒还是逮住了机会。在他加入一个民族主义小党后，他带有煽动性的公开演讲让他成为党魁，并吸引了大批追随者。利用反犹主义和民粹主义者的不满，纳粹党公然抨击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都是全球犹太人企图消灭德国的阴谋。纳粹党起初是不受欢迎的，他们企图推翻政府，但是失败了。纳粹党因此被禁，希特勒也因叛国罪而坐牢。但1年后，希特勒被释放了，他立即重新发起反犹运动。而那时正值1929年，经济大萧条发生了。美国银行选择抽回借给德国的贷款，这使得颓废的德国经济瞬间崩塌。希特勒利用人们的愤怒为他们寻找替罪羊，并许诺重振德国辉煌。主流政党无法处理这个危机，与此同时，左翼反对派也因内部矛盾而分崩离析。再加上绝望的人民纷纷加入纳粹，仅2年，纳粹党在国会选举中的得票率便从不到3%上升至18%。1932年，希特勒竞选总统，败给了功勋卓著的战争英雄兴登堡将军。但36%的得票率也说明希特勒有广大的支持者。第2年，商业领袖和顾问们说服兴登堡任命希特勒为总理，希望将希特勒的人气为其所用。尽管总理只是议会行政首脑，但希特勒仍然稳定地扩张自己的权力。正当他的支持者组成准军事团体，打击街头游行的抗议者时，希特勒对共产主义者的起义感到担忧，并声称只有他能恢复法律和秩序。于是在1933年，国会大厦被纵火，1名年轻工人被定罪。希特勒便利用这次契机说服政府授予他紧急权力。仅几个月的时间，希特勒便禁止了媒体自由，解散了其他党派，并通过了反犹法案。许多早期支持希特勒的激进人士和潜在对手都遭到了逮捕，并被处决。1934年，兴登堡总统死后，显然不会有新的选举。令人不安的是，希特勒的许多早期措施并不要求进行大规模镇压。他的演讲利用人们的恐惧和愤怒，促使他们支持自己和纳粹党。同时，商人和知识分子因为想要站在公众舆论的一边，也支持希特勒。他们非常肯定地告诉自己和其他人，
希特勒的极端演讲只是在表演而已。几十年后，希特勒的崛起仍然起到警示作用，他提醒人们，在面对愤怒的群众和一个散播并利用人民恐惧的领袖时，民主制度是多么的不堪一击。二战后，衰弱的德国被历史上无人不知的分界线柏林墙一分为二。观看这段视频，了解柏林墙的建造原因以及数十年后的拆毁原因。